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真手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嘿，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礼拜天傍晚大概5、6点的时候，外面天色开始变暗，然后你想到明天又要上班了，心里就突然咯噔一下，一股很强烈的焦虑感跟失落感就涌上来。哲学家阿兰·德波顿就用一句话非常精准地描述了这种心情：我对自己的期望和我生活的现实，两者之间的差距开始痛苦地扩大。这其实就是我们很多人所谓的职涯危机。而且我想强调哦，这真的不是你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你特别脆弱，这可以说是一种集体的，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感受。几乎每个现代人都在某个时刻感受过这种不上不下的卡关焦虑。这就产生了一个超级有趣的矛盾。你看，如果我们用历史的标准来看，我们现在要赚钱养活自己，其实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还要容易，对吧？我们的阿公阿嬷那个年代，他们烦恼的可能是下一餐在哪里，战争什么时候会结束。但我们这一代，物质生活可以说是空前的富裕，我们烦恼的却是我是不是不够成功，我的工作到底有没有意义？这就奇怪了，明明生活变好了，我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保持内心的平静，这不是很吊诡吗？钱变好赚了，心却更累了。所以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为什么在一个充满机会、物质丰盛的时代，我们对于自己的事业反而会这么的焦虑？今天的内容就是要来深入拆解这个现代社会的集体焦虑。我们会从几个你可能从来没想过，但却非常关键的社会压力源头开始看起。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今天分析的核心了。根据德波顿的观察，我们的职涯焦虑主要来自3个根深蒂固的社会压力。这3个压力源分别是：第一，工作上的势力；第二，无所不在的嫉妒心；还有第三，一个我们深信不疑的价值观，叫做精英制度。接下来我们会一个一个来拆解这3个压力源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中深深地影响我们的喜怒哀乐。好，第一个也是最直接，大家感受最深的压力来源，就是工作势力。讲白话一点，就是我们身边充斥着各种的势利鬼。这种人不是只出现在电影或小说里哦，他们就活生生的在我们周遭，可能在过年的家庭聚会上，也可能在朋友的婚礼上。而且他们的一举一动、一个眼神，都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情绪。那到底什么是势利鬼？这里的定义非常精准。一个势利的人，就是会拿你身上的一小部分资讯，在现代社会，通常就是你的职业、你的名片，然后就直接对你是谁这个超级复杂的问题下一个非常完整但又非常粗暴的结论。你去参加一个派对或社交场合，不出3分钟，一定会有人问你那句21世纪的经典开场白：不好意思，请问你是做什么的？根据你的回答，比如说你是台积电的工程师，对方可能就眼睛一亮，哇，超级热情。但如果你说你还在找方向，待业中，对方可能就看看手表，说不好意思，我去找个朋友，然后就飘走了。那个瞬间，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价值仿佛被一张薄薄的名片给定义了，对吧？这种感觉真的糟透了。那势利鬼的相反是什么？德波顿给了一个超棒的比喻，是你的妈妈。当然啦，这里指的是一个理想化的妈妈，他们爱你不是因为你的成就，你就算失业在家，他可能一边骂你，但还是会煮饭给你吃。这种无条件的关爱，才是我们内心深处真正渴望的。那残酷的现实是，社会上绝大部分的人都不是我们的妈妈。他们给你的尊重，给你的时间，给你的关心，都跟你社会阶层的位置有着非常严格的对价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在意我们的事业，因为我们想要的可能不是那台法拉利本身，而是当你开着法拉利时，别人投射在你身上的那种尊重和认可。
我们下意识的其实是在用物质来换取爱。好，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也是一个非常反直觉的观点。我们焦虑的第二个来源竟然是嫉妒，而且这个嫉妒心还跟一个我们认为是超级正面的概念，也就是平等精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听起来很奇怪，对吧？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回事。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嫉妒方程式。其实我们不太会去嫉妒那些跟我们天差地远的人。你想想看，你应该不太会真的去嫉妒英国女王或郭台铭吧？因为他们的背景、生活方式跟我们完全是两个世界，我们很难把自己跟他们连结在一起。重点来了，我们嫉妒的对象往往是那些我们觉得跟自己差不多的人，年龄相近、背景相似，甚至是同校毕业的同学。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开玩笑说，千万不要去参加同学会，因为那里根本就是嫉妒心的最佳温床。而在几百年前的封建社会，大家阶级分明，农夫不会去嫉妒贵族，因为他们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但现代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透过社群媒体，把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一场永不散场的同学会。你划开 IG， 看到以前的同事买了新车；打开脸书，看到大学同学去了欧洲度蜜月。每个人看起来都跟你差不多，但他们好像都过得比你好。这种我们本该平等，但你却比我成功的感觉，就是嫉妒和焦虑最猛烈的燃料。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三个也是最隐蔽、杀伤力最强的焦虑来源，叫做 meritocracy 经营制度，会有人翻成功绩主义。这是一个我们从小听到大，而且打从心底相信是个好东西的社会理想。什么是精英制度？它的核心理念听起来非常美好，在一个理想的社会里，只要你有才华、有活力、有技术，你就应该能够爬到金字塔的顶端。你的成功只该由你的能力决定，而不是你的出身背景。这听起来超棒的，对吧？不论政治光谱是左派还是右派，几乎所有人都支持这个理念。这是一个关于公平和机会的美丽承诺，也是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假设。但我们要知道，这其实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相对新颖的概念。但这个美好的理念却有一个非常黑暗的副作用。如果你真的相信成功的人是应得的，那你也必须相信失败的人是活该的。你的社会地位不再是偶然，不再是命运，而是你个人价值的直接体现。这就让失败这件事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残酷，更加个人化。你看，在中世纪，一个穷人会被称为 unfortunate， 一个不幸运的人，意思是他的贫穷是命运使然，不是他的错。但现在，尤其在美国这种极度崇尚个人奋斗的社会，一个社会底层的人可能会被很不客气地称为 loser， 失败者。从不幸的人到失败者，这中间的演变反映出我们把人生的责任从神明或命运完全转移到了个人身上。这在你顺风顺水的时候感觉很棒，你觉得一切都是自己争来的。但当你不顺遂时，这会变成一种毁灭性的自我谴责，是我不够努力，是我不够好。好了，刚刚我们分析完焦虑的3大来源，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令人沮丧？但别担心，接下来的内容就是要提供解方。我们不是要推翻整个社会，那太不切实际了，而是要学习一套更温柔、更友善的哲学，来重新思考失败与成功这2件事，为自己打造一个心理上的防护罩。首先，我们要认清一个事实，一个完全公平、完全有能力决定一切的精英社会，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因为现实世界充满了太多的随机性。意外、出生、疾病，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市场突然的转变，各种我们无法控制的鸟事都可能发生。我们永远不可能像上帝一样精准地把每个人放在他应得的位置上。所以，就像圣奥古斯丁在几百年前说的，以一个人的职位来判断他是一种罪。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不要看了别人的名片就决定你该怎么对待他。在评判别人之前，先缓一缓，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故事的全貌。再来，我们要诚实面对自己。我们对于失败的恐惧，很多时候不只是担心收入减少，
我们真正害怕的是来自他人的评判和嘲笑，而现代社会有个巨大的产业专门在制造这种嘲笑，那就是媒体。每天打开新闻 App， 划开社群，上面都充满了搞砸人生的人的故事，政治人物搞外遇，明星吸毒，企业家投资失败，然后这些故事就成了我们茶余厚厚的笑柄，让我们在嘲笑别人的过程中，感觉幸好失败的不是我，从而获得一丝虚假的安全感。面对这种充满恶意的嘲讽，有没有另一种看待失败的方式呢？有的。西方传统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棒的解药，那就是悲剧艺术。从古希腊开始，悲剧就是一种专门探讨好人为什么会失败的艺术形式。它强迫我们去理解失败背后的复杂原因和内心挣扎，而不是简单的嘲笑结果。它给予这些所谓的失败者一种日常生活不会给的同情与理解。德波顿做一个超有趣的实验，他把几部经典悲剧的剧情拿去给八卦小报的编辑下标题，结果你看，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变成今为爱痴狂移民竟杀害参议员女儿，包法利夫人变成独家购物狂人妻信用诈欺吞药自尽。我最喜欢的是伊底帕斯王，标题是离谱，渔母乱伦，他瞎了。你看，这些标题虽然很好笑，但它完美地呈现了八卦媒体只想嘲笑、只想简化问题的本质。而悲剧艺术正好相反，它引导我们花上几个小时去理解角色的复杂性，去同情他们的处境，最后甚至能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这就是悲剧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没有人会说哈姆雷特是个 loser， 对吧？虽然他确实失去了一切，但他不是一个可以被简单标签化的失败者。他是一个在困境中挣扎的复杂的个体。悲剧艺术教我们用一种更慈悲、更宽容的眼光去看待自己和他人的失败。当你下次搞砸了什么事，试着把自己当成一个悲剧英雄，而不是八卦周刊的封面人物。好，理解了焦虑的来源，也学会了如何用更温柔的方式看待失败。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我们要如何拿回主导权，成为自己野心的作者，去定义属于你自己的成功。首先，请抛开工作与生活平衡这个迷思。德波特认为这根本是胡说八道，你根本不可能拥有一切。任何一种成功的版本都必然意味着你在其他方面有所牺牲。想成为顶尖的创业者，你就得牺牲陪伴家人的时间；想成为一个全心投入的父母，你就可能得放弃升迁的机会。而这两种选择都是完全正当的。一个有智慧的人生会坦然接受这个现实，你选择了 A， 就必然会失去 B， 所以不要再用那种什么都要的完美标准来折磨自己了。接下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去检视自己对成功的想象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第一步，先意识到一件事，我们对成功的很多想法可能根本就不是我们自己的。第二步，去理解这些想法是怎么来的。他们是被动的从家人，像是你当医生，妈妈才有面子，或是从广告，开这台车，你才是人生胜利组，以及整个社会氛围中像海绵一样吸收进来的。第三步，诚实的承认，我们其实非常容易受到外界的暗示。10年前，社会告诉我们进金融业最厉害，我们就想去当银行家。现在大家说要去科技业当工程师，我们又一窝蜂的去转职。这就引导到一个最关键的结论：没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当然很糟。但是有一件事情比这更糟，那就是你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千辛万苦，终于爬到了你梦想中的山顶，才赫然发现，这根本不是你想爬的那座山。你追求的从头到尾都不是你真正想要的东西，那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剧。所以这次分析的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需要花时间好好去思考的问题：你现在的野心，你现在追求的目标，真的是你自己的吗？还是你只是在满足别人的期待？请务必确保你人生的剧本
作者是你自己。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我们的职涯焦虑源于一个充满势力、嫉妒和残酷精英主义的外部环境。要挣脱这个枷锁，我们需要向内看，用悲剧的智慧，温柔地看待自己和他人的失败。更重要的是要勇敢地审视自己对成功的定义，确保它真正发自内心，而不是社会塞给你的标准答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